别忙活了。哎呀，不忙，就烧点茶嘛。哦，那个西洋参啊，是我给叔叔带的，平时给他泡水或者炖汤什么的都可以用。谢谢。还有那个燕窝是雪燕，你留着自己吃，别送人啊。哎呦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还拿那么贵重的东西。哎，没事，应该的。这个是 SPA 的 VIP 卡，平时您可以去放松放松，按个摩什么的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这么细心呀！哎呀，快喝点茶啊！好。哎呀，阿姨家的茶也不好，不知道你喝的习惯不习惯？习惯。啊，还有这个安盛的购物卡。不是，哎呀，你看你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阿姨怎么好意思收呢？哎呀，你真是的。这算什么呀？这叫毛脚孝敬丈母娘的，再贵都是应该的。不是，毛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毛脚是没上门的女婿，小孩子不懂，不好瞎说的呀。啊，看来终身的保密工作做的还是可以的。我和终身谈恋爱这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跟我们家终生谈恋爱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什么都没准备。哎，我把他爸叫回来。哎，这还做什么葱饼呀？这不是，我是说，准备一桌子菜。你是正宗的毛脚上门哎。阿姨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不过我这次来呢，终生并不知道，我是有件事特别棘手，想让您帮个小忙。哎呦，这长得山清水秀的，说话还客客气气的，王姐，阿姨喜欢死你了。哎呀，你说，只要你开口，就是天上的星星，阿姨给你摘下来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你怎么那么磨蹭呀？我看那同学都出来了，你能不能动作快点啊？你赶紧点儿，我都站了半天了，我都。你怎么突然跑到学校来了？我不来，我能逮得着你吗？走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待会儿还有大课呢。什么大课呀？我说你真是的，那皇帝不急，你要急死皇帝他妈呀！哎呦，歇后语不是你这样用的。再说你刚刚那样照，同学看到我傻的了。你现在还要跟我耍滑头？你谈恋爱的事情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姐。你别管谁跟我说的，我问你，那国外有什么好呀？这么好的男人不要，你非跑到国外去啊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王姐。妈，我去国外留学1年，对我的专业和工作是有好处的。你把这个男人攥在手心里，你还工作什么工作呀？我本来还要指望苏沫呢，想借他光呢，我现在还用着看他眼色吗？哎呦，我现在想想我都能笑出声来，这人走运了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呀！你俩钱你讲完没有啊？我去国外和跟王姐谈恋爱这2件事情根本就不冲突，是王姐她自己胡思乱想。当然，她也有可能是觉得我太过优秀，怕我被别人抢走了。哟，你长点心好不好呀？我还担心你一走，这山高皇帝远的，那万一王姐被那小狐狸精勾走呢？你倒是哭你都来不及。现在信息这么发达，出轨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我前几天看电视还看一个女的拼车拼出过婚外情呢。你说你把王姐一个人留在上海，你放心，我还不放心呢。首先，王姐她不是这样的男人；其次，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，这种男人好要的啦。那大人说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整个金融系的老师就推荐我一个人去，我凭什么不去啊？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啊？真是不可理喻。算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要回去上我的课了。能理解就理解，理解不了就算了。哎，我说你作好了你，这么死心塌地的好男人，让你作没了作废了。我告诉你，到你哭你地方你都没有。哎呀，你气死我了你这死孩子！哎呀。你不是说是来休假的吗？怎么把时间都花费在法律咨询上了？我现在就是一个公益的全职律师啊，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是我做的本分。真的，我后来发现我在很多地方都挺派上大用场的。
我还挺开心的。那，你去做全职的公益律师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是尚纯让我在整个行业混不下去了？他没这么大能耐。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过人生规划，比如说，大学的时候拿到律师资格证，大学一毕业能进一家不错的律所工作，35岁的时候能成为律所的合伙人，50岁就可以成为一名公益律师。等到我60岁的时候，能出一本关于自己前半生的书，厉害吧？其实这前几样我都已经实现了。说真的，这次离开 LK 之后，我静下来想了很久。我发现我20来岁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时候，给自己设下的人生目标，其实未必真的适合我。说来也巧，正好这个时候，我之前做兼职的公益机构来找我当全职，我就欣然接受了。能够提前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就放心吧，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我真心喜欢的，不是什么迫于无奈。那就好，谢谢你啊。好像自打认识你以后，每一次都是你在开导我。嗨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我刚才说那么多有的没的，其实无关痛痒。倒是你，你可是我的福星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还陷在那些大官司里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干的事儿，我不用再去想所谓的意义，因为那些意义都写在叔叔阿姨们的脸上。我好羡慕你啊！不用羡慕我，你可以加入啊，我们一起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很多帮助，真的。说好不提工作的，我又提工作了啊！真对不起。对，我是来休假的。是啊，那就从明天开始，好好休假。我早上早点来找你，带你去一家特别好吃的早点摊儿，然后再在这附近好好转一转。真的？啊，谢谢。地陪小莫，随时为您服务。怎么样？可以。没想到这儿这么漂亮啊！嗯，我觉得空气都是甜的。那边过去有座茶山，空气更好。哎，昨天说了这么多关于我的理想，说说你的吧。我？嗯。我的理想就是逃离我那个家吧，逃离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。我这么说听起来是不是挺无情的？主要是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。我知道，我见过他们。你见过？之前一直找不到你，也联系不上你，真的很抱歉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去找你的家人。但是我觉得还挺奇怪，他们并不担心你，只是不停地在抱怨你不再给家里寄钱。没什么好抱歉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不过现在也不用联系了。他们说什么我都能猜到，从小就是听着这些话长大的。什么，养女儿就是给别人家养，只有养儿子才是老莫家的人。其实我从上海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过了，我说我跟少春分手了，我以后不能，我也不愿意再当他们的提款机。现在好了，没有了我爸妈，没有了我哥，
没有他，我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吧？叔叔阿姨都等着我做法律咨询呢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我们呢先留着联系方式，稍等一下，再把你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哈。然后周律师一定会亲自给你们解答的啊，这个合同别着急，应该是一式3份，一个个来啊。哎，老几位，今天啊，周律师啊是来找咱们小莫的，咱也不能把他时间都给占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周律师。哎，你们的心意啊，都放这儿，我保证啊，让周律师收下，好吧？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慢点啊。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！再见。乡亲们的心意，不是，乡亲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你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回去吧。你要不收下，我们也过意不去啊。下面就是你们俩二人世界了。哎，霍老板，你误会我们俩之间关系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没误会，没误会。哎，普通朋友也有时间叙叙旧，不是吗？啊，我走了。王老板，你慢点。这儿的村民真是太热情了。是啊，他们真的挺可爱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愿意待在这儿不走呢？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过得这么充实了。不过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是真心喜欢当公益律师，我相信，因为帮助别人，真的挺快乐的。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可以当成呈堂证供。哎，阿姨，你也别生气，他呢就是这个性格，我早都习惯了。王姐，阿姨对不起你，你交给阿姨的任务，阿姨都没有完成。哎呀，阿姨都没脸见你了。哎，阿姨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不过，这怎么说呢？那说明母家钟生对你的人品有信心。这时候人品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他不肯留下来，你干脆陪他好了。你在国外混个野鸡蛋，不是，就是随便上一个3流大学也行呀。你紧跟着他，牢牢拴住他。他哪是拴得住的人啊？从来只有他虐我，我可不敢惹他。而且呢，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了，可是家里特别是老大把我管得死死的。高考之后呢，本来是想送我出去的，就是因为钟生我跟他们大吵一架，这才留了下来。好不容易稳定了，我这又要出去，老大肯定不同意。王姐，你看啊，这上海人家嫁女儿都不希望家庭成员太复杂。你说爸爸妈妈管管你就算了，你父母又过世了，一个大哥居然还管这事儿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哎，
阿姨，老大肯定是管不住我的，我只是不想把事闹得太难看。你放心，我就算和钟生结了婚，我也一定会把她宠成小公主的。我们搬出去住，绝不跟他们在一块儿了。你这个小孩怎么那么贴心呀？哎呀，这个钟生就是死脑筋，真恨死我了。不过你这句话，阿姨可听进去了啊。你说要把钟生宠成小公主，你要说到做到。将来要是结了婚，你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。阿姨，你放心，王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说到做到。结婚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那什么，阿姨你先慢用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你着急干嘛去啊？就剩这么点了。是啊，再给我买一瓶。不买。当真新鲜感过了啊，礼物都不愿意买了。除非你把我的青蛙修好。你的神兽又怎么了？断了一条腿，怎么都粘不上去。断了一条腿啊，再重新买个新的呗。不行，我就要这个。行，我上网给你搜搜零件。哎，对了，董事长好像对你们2期的设计方案有保留意见，不是马上要开会讨论了吗？哎，你要不要提前跟他沟通一下？没用，张亚楠的想法我太清楚了，只要一本万利，而且没有风险，可能吗？文化长廊这个项目，我爸在的时候我就想做，但是我爸就是个土大款。别这么说，本来就是。他对文化传承没有兴趣，我们吵了多少回了。王建民阻止得了我，是因为他是我爸。张亚楠，他凭什么？喂，你在哪？你怎么了？那边怎么了？我胳膊疼。王姐出事了，你快回来一趟吧。过来吧，你把东西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我胳膊，东西给我。哎，衣服扯坏了，衣服扯坏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我先送你回去。好。交给你了，王老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想管这些闲事儿，你闭嘴。我怕担这个责任，咱们家的大事老大说了算，你给他说道，让他给你判断判断。怎么回事？臭小子回到家，从保险箱拿着户口本、银行卡就往外跑，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。我说等你回来再说，人家呢1分钟都不能等了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王姐要结婚了。结婚？跟谁结婚？跟那个学霸女心肝宝贝儿。心肝宝贝儿是你叫的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真挺有意思的，越讲越有意思。王建民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宝贝儿子，居然现在要娶一个黄毛丫头。你住嘴！我的事你少管。陈林，我告诉你，我管不了你，我不信大哥能让你闭嘴！两句。大哥，你说，当时你和钟生他姐关系尴尬的时候，我在后边怎么帮你？我怎么给你出手画策的？你如果这时候背叛我，我看不起你。我不反对你和钟生在一起啊，但我反对你们这么快结婚。对呀，你闭嘴！说什么呢你？说事儿。但是为什么呀？国家都允许大学生结婚了，你凭什么反对？你们都还小，钟生还有书要读，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学。如果你们的感情真的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那又为什么急于这一时半会儿呢？你说你们要在一起，那你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理由？
理由就是我爱他，我爱他，我爱死他了。你们要是反对的话，别怪我六亲不认。六亲不认，我怕你啊！你能怎么着？行了，我分家。我又不是你俩生的，你们凭什么管着我？如果你们要是不能祝福我和钟生的话，我明天去找律师，把该我的财产都分清楚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怕辜负老爸，其实就是拿这个管着我。反正安生我也有股份，托管也快到期了，我就算把这些都给钟生，也不用你们管。有毛病。总之呢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想，可他们步步紧逼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王姐，你的决心，阿姨领情了，可毕竟你们是一家人，你这样对着干，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不是我那个，是他们太那个了。我所有事情都可以妥协，就是和钟生有关的事情坚决不能。我是真心要跟钟生在一起，时时刻刻在一起，不能分开。那也不能跟家里对着干，那你说闹难看了，以后见面多尴尬呀！阿姨就盼着你和钟生和和美美，一路走下去呢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生是钟生的人，死是钟生的鬼。就算是山崩地裂、洪水滔天，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分开。钟生这孩子怎么那么大福气呀，能让你这么真心对他？所以阿姨，您不反对我们结婚吧？我怎么会反对呢？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的。那太好了，只要现在钟生同意，我们立马就去领证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事儿你还没有和钟生商量过呢？还没。钟生都没有答应，你就和家里闹翻了，这孩子，你说你傻不傻呀？阿姨，是这样，我觉得吧，求婚是件大事儿，不能随随便便就说了。我要给钟生准备一个特别难忘的求婚仪式，等到他80岁的时候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特别浪漫，所以我得好好筹划一下。老三还没回来呢，不做出点名堂来，他是不想消停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吧，如果就是两个人谈恋爱，我觉得新鲜感一过，劲儿就过去了。可是万一要是结婚呢，就麻烦了。他们一定会在小姑娘出国之前搞点什么事情。王简要是1年内变心，对方就会分走咱们1半家产。正应了那句话，怎么说来着？穷山恶水出刁民。你以为别人都像你？我怎么了？给你提个醒啊，别逼得太紧，否则物极必反。滚！哟，表白还能赚啊！嘿嘿。哎，哎，我饼给你了呀。零钱不找吗？哦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哎，马上啊！哎呀，现在都是习惯扫码啊，手机付款一扫就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抓过饼你就抓钱，这卫不卫生啊？这，哎，我这是刚摘下的手套，这是要饼吗？要多少啊？钟叔叔，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王居安。王居。哦，你是安盛的王总，王简的大哥，对吧？你好。给您带了点水果，来看看您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不好意思，带什么东西啊？有时间聊聊吗？虽然我们这小铺不大，顾客也不多，但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开啊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咱们到隔壁去坐一坐，行吗？好。哎，来，喝杯茶吧。这是我的姐姐姐夫啊，也就是苏沫的爸爸妈妈从安徽寄来的太平猴魁。
尝尝今年的新茶。谢谢您啊，这次来找您啊，主要是来为我们家王简道歉的。道歉？对。为什么呀？王简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他经常到我这儿帮忙。啊，这小子就是个热心肠。最近因为钟生出国的事儿，他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？哦，你说这事儿啊？我们家钟生出国留学当然是好事儿，但是啊，我和他妈妈都不放心，一个女孩子家离家那么远，我们总是怕不安全呐。虽然我们不阻止钟生出国留学，但是我们理解王简的心情，我们不怪他，不怪他。哦，这么说您还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因为害怕钟生出国以后感情会变淡，王简现在着急着要跟钟生去领证。领证？对呀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对呀，隔壁老张家的儿子出国留学，结果呢在那儿找了个媳妇儿，媳妇儿不让他回来，他就留下来了。我和他妈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我们家毕竟就这一个女儿，如果他给王简能结婚的话，这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哎，王简当真的乐意啊？这不是乐不乐意的问题，您不觉得他们的年纪都太小了吗？不小了，我们家钟生都20了，王简多大？才22啊！哎呀，这不正好吗？这也太小了吧！这也对钟生的学业有影响啊！哎，我听人说啊，在毕业之前把婚结了，把孩子也生了，那毕业找工作会占有很大的优势，对他们的前途、对他们的事业都会有帮助的。他们也就高中3年的时间，这相处的时间是不是也太短了？不短，他们高中3年天天见面。哎，现在有多少夫妻结婚之前能处那么久啊？就说我和他妈妈，我们认识3个月都结婚了，我们现在处的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真的很羡慕您和阿姨的感情，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，结婚的越早，离婚的几率可能就越大。他们都太年轻了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。发生什么？哦，你是怕他们将来离婚？我们家嫁女儿都不怕，你们南方怕什么呀？哦，你是怕我们家钟生贪图你们家的钱呐？你要搞清楚，是你们王简要结婚，不是我们家女儿非赖着他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女儿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要真是到了离婚那个地步，你放心，我们女儿绝不会贪图你们王家半点钱财。哦不，叔叔您千万别误会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钟生是个好女孩，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刚刚您也说了，担心钟生一个人出国不安全，不如让他暂时留在国内，等大学毕业了，我让他和王简一起出国去留学。万一在出国之前他们分手了，我也会兑现今天的承诺，让钟生继续出国深造。您二老可以去陪读，费用方面全由我负责。哼，钱，说来说去都是钱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钟生比你们家王简优秀100倍，他根本不靠这些。行了，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，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们结不结婚是他们的事儿，咱们谁都别插手。我们父亲去世的早，我是他哥哥，他的事情我不能不管。哥哥？那你也是王思威的哥哥了？对。这就奇怪了，那时候王思威害得我手臂差点断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管呢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咱们是不是同在上海？咱们是不是第一次见面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拎着水果向我道歉来啊？你这哥哥怎么当的？你是？看来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等您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我说过的话。我先告辞了。
慢走，不送。哎，别忘了把你的水果拿走啊！说的好听，绕来绕去，还不就是怕损失钱吗？老板娘，哎，垃圾扔远点儿，让城管再罚你啊！知道了。嗨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给我关上点这盖儿啊，多费电！你真是你这人。哎，你怎么还花钱买狗栏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今天见谁了？干嘛？这么不高兴？跟郭儿吵架了？我说你真是啊，我这一步也走不开。哎，你怎么把太平猴回拆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这送人的。怎么了？安盛集团的公子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女婿了，我不能喝一罐好茶？你也知道了？说对呀，你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现在就跑。怎么会闹成这样？还真是有血缘啊！你舅舅的脾气你们一个样。那王简的倔劲儿也是跟你学的。不过这事儿你也不用太担心，钟生不一定会答应。也说不一定，那第一次恋爱都是容易冲动的，万一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能再出面了。无论是和王简还是和舅舅舅妈，这事儿会越闹越僵的。我去和他们说。我不觉得他们会听你的。听不听在他们，说不说在我。那你告诉钟生，如果等他们毕业以后还决定在一起，我会以大哥的身份亲自为他们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这个电影真好看，我一个人都没有，该不是被我们包场了吧？怎么了？哎，来，我们坐第一排。这会不会太近了？呀，不近，这个影院我经常来，第一排啊刚刚好。坐。钟生，阳光拥抱着大地，月亮亲吻着海洋。只有当你看向我，这一切才有意义。就像泉水流入大河，清风融入长空，你是我唯一的归宿，我永远都不要与你分离。钟生，嫁给我，让我用一生来守护你。你这是在演戏吗？不，我认真的，嫁给我好吗？钟生，嫁给我。1年的波士顿大学交换生，就相当于是镀上了一层金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你把这个男人攥在手心里，你还工作什么工作呀？王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追呀！
你让我真的恨了。钟生，钟生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突然搞这种事儿啊？我不是想给你惊喜吗？这哪是惊喜，分明就是惊吓！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听不听？你难道不想跟我结婚吗？我们才刚上大学，怎么就谈到结婚了？可是你要出国了，我怕。你怕我看上别人了？你怕我出国以后跟别人跑啊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你既然信任我的话，以后就别再搞这种事情了。你去哪儿？不用你管。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。那同学们呢？你就不管他们了？我哪有脸回去啊？我给他们发信息让他们撤了算了。哪有你这样的？你把大家叫过来又不管他们了，你真是幼稚中的幼稚。赶紧回去处理好。好，你先别生气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说了不用你管。好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苏沫，你怎么也站在那边啊？你和钟生姐妹俩嫁给他们兄弟俩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舅妈，我当然希望王简和钟生在一起，可是他们两个现在都还在上学，不适合结婚啊。这上学怎么了？钟生说他要读硕士、读博士，这全念完了，不都30岁了吗？要是在这期间都不能结婚，这不就成了老姑娘了吗？也不需要等那么久，至少要让他把本科读完啊。这有什么区别呢？我都查了，现在国家准许在校大学生结婚。哎呦，我说你的思想怎么还不如我们呢？那么老派。舅舅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哼，我没什么说的，这事儿啊，我不管。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希望女儿在您身边多陪你几年。你现在就让她结婚，你舍得吗？反正是钟生要出国留学，他结不结婚，他也不会陪在我身边。他去那么远呢，多个人照顾他，我还安心呢。钟生才20出头，你们现在就希望她嫁人，他会怎么想？你是担心钟生怎么想，还是担心王居安怎么想？舅舅，你误会王居安了。不管误会不误会，都无所谓了。就算是他觉得我们家钟生占便宜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哎呦，就给孩子找个好归宿嘛。我们家钟生哪一点比别人差？论颜值，论才华，论品性，他要什么没有啊？把她嫁给那个王简，我还觉得是王简高攀了呢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只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有利于钟生。他要去深造求学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对他死心塌地的男人，不但愿意等他，还能在背后扶一把撑一下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的女儿终于能毫无顾虑地去实现她的梦想，我为什么不支持她呢？舅舅，可是你知道，行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别人他爱怎么想怎么想，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无所谓。只要我的女儿能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就算别人说我们是占了王简的便宜，我也认了。爸，谁这么说了？生生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钟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到底是谁说的？又是那个王思薇是不是？我找他去。我又怎么了？王居安找过我，让我阻止你们俩结婚。什么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王简谈恋爱只是为了他们家的钱，只要我跟王简结婚，你们就是在卖女儿，是不是？你们误会王居安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他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想破坏我们。钟生，我们一定要结婚，不能让他们得逞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我们俩结婚是为了别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我想跟你结婚啊！他们这么搞下去，你迟早不要我了。所以我们还是赶紧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不信我。不是，那你跟我谈恋爱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跟我结婚吗？对呀，你说你跟他谈恋爱，不是就想嫁给他吗？这要结婚了，我跟你爸爸不是心里也踏实了吗？爸，你的意思呢？结，为什么不结呢？就算是将来有什么变故，咱们也要赌一把。赌一把？你们把我都当成什么了？
哎呀，宝贝女儿，我们这么说不是都是为你好吗？再说我跟你爸爸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吗？你们不是，我就是了吗？我就不懂了，我不过就是想出国读书1年，怎么事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不是，你可以读书，但你走之前不能先跟我结婚吗？你既然跟我谈恋爱，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？难道你就是跟我玩一玩是吧？你就一定要结婚是吗？对。我不结婚就是在玩弄你。行，我不玩弄你了，恋爱也别谈了，我们分手。哎，生生，生生，这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再劝劝钟生，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情，我当面再和舅舅道个歉。事情发展成这样也不是你的错。不管是谁的错，现在重要的是让钟生回心转意。好，我有时间也会和他谈谈的。嗯，先不说了，马上开会了。哎，关于这次会议的议题，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行，我先挂了。王姐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总在里边准备开会的东西呢。你要是有事的话，王局，干什么？钟生要跟我分手，这个责任你怎么负？你冷静下来再跟我说话。要造反啊！走，你跟我去找钟生，都是你说了那种话，他才要跟我分手的。你跟我解释清楚。我跟你解释得着吗？人家钟生这里比你成熟多了，他会被别人左右和你的感情吗？整件事情让他失望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你幼稚的做法才让他对你失去了信心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应该好好反省你自己，而不是来找我。你也说我幼稚。你听着啊，你已经作了1个星期了，不要再继续挑战我的耐心。如果真想挽回局面，就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用成年人的方式去处理问题，不要像小孩一样只会撒泼。这是安盛2期规划的最新修改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开门见山。这次会议结束后会进行最终确认。大家就没有什么异议？啊，是的，我们几个部门的主管之前已经研究过了，没有异议。那好，我来说一点。第8层为什么没有引进品牌沙龙，而是建造文化长廊？我记得初稿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提出来过。董事长，我们综合了您的提议，将文化和商业相结合，请看。海派文化长廊重现的是从民国时代到解放初期的大上海，而这个时期上海最大的特点就是商业，绸缎庄、烟酒行、成衣铺，这些主题场景不仅仅是用来展示，我们会邀请国货品牌设置真正的柜台，这样。可是这些柜台能够占用多少面积？80%都被那些无意义的场景给浪费掉了。2期一共计划8层，比安盛1期的规模要大，完全有空间容纳一些非商业的元素。而且，2期的定位是从高端人群转向社区人群。文化长廊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的休闲场所，这将会带来巨大的引流效应。我不否认，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爆满，可是人都是喜新厌旧的。同样的人，他们会来1到2次，会来3到4次吗？你所谓的引流到底能够持续多久？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500万，而上海的商场每周的人流量大约50万。就算每人只来1次，可以维持1年的时间。而且在上海购物的不只是上海本地人，来上海旅游最基本的目的之一就是逛商场。像上海这样大名鼎鼎的摩登都市，大型购物中心
也可以成为商业地标。你是希望安盛2期被廉价的旅行团挤满，卖些劣质的旅游商品，到那个时候，全商场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旅游地标未必要廉价，比如北京的王府井就是北京文化的体现，是旅游打卡地，是高端商业的代表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。当年你爸爸在世的时候，你们就这个问题已经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。文化怀旧这些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安盛是商业地产，商业的目的是盈利，我不想冒险采取这样的盈利模式。现在上海的百货那么多，同质化非常严重，如果没有明显的特点，很快就会被众多的竞争对手给淹没掉。总之，我不同意，马上修改。散会。等等，我要求董事会表决。表决？你赢得了吗？散会。这怎么这么早就散会了？我个人的股份虽然少，但我们兄弟3个加起来还是有胜算的，而且董事会的股东，多数是支持我的。是吗？你怎么才来？你通知我就通知晚了。不是想表决吗？来，听听大股东的意见。好啊。安盛想要建文化长廊，你看看。文化长廊，我和刚刚所有的高管都支持这个方案，只有董事长反对。你什么态度？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草率。我呢，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我还有事儿，你们2个接着聊啊。别老是把3兄弟挂在嘴边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很多想法是你无法左右的。王总，给您来杯咖啡吧。倒杯水给我。好嘞。王总，把东西拿来。你出去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问我意见，我当然要仔细认真考虑后再回答你了。你考虑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这么多年你跟我嘻嘻哈哈，我跟你计较过吗？你现在考虑什么呀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如果我站在张那边的话，我大可以把王简要分家的事情第一时间告诉他。好，我跟你就事论事。于公，我的方案得到大多数董事和高管的同意，这只会对安盛更好。于私，我是你哥，你站在我这儿怎么了？你冲我吼什么？你现在冲我吼，不如去找找你3弟，讨好他。就算董事会我跟你站在一边，我们未必能赢。怎么赢不了啊？王居安，你哪来的这些迷之自信啊？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行不行？方案我会认真考虑的，至于我怎么选择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王总，您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的事情你怎么看？这是公司的决定，我没有发言权。我不是说文化长廊的事儿，我是说我跟王居安意见相左的事情。我跟他有了冲突，我还能信任你吗？当然可以，在感情上我会永远都支持他，但是在工作上，我会尽自己的本分。你很像当年的我，希望我没有看错你。谢谢董事长的赏识，
记住，我们身处的不是竞技场，而是战场。如果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，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；同样，被贴上了附属品的标签，就再也翻不了身。苏助理，我有事要和董事长单独谈谈。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就看大家支持谁罢了。你一定要这么固执吗？你们年轻人固执，可以说是坚持自己的梦想。而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固执，不符合潮流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我只想知道你是真的不看好我的计划，还是为了反对而反对？你对公司做了那么多的改革，又对管理层大换血，把我的亲信全部挤走，我反对过吗？说实话是好事儿，我喜欢和说实话的人打交道。张阿姨，我今天对你也说一句实话，你把我找回来，不就是为了清除安盛这些毒瘤吗？以你的眼光和判断，不会看不出来，只是你不能亲自下手，因为他们跟了你太久，牵扯太多，一旦反目，后果难以预料。你又不想让王思威去做这件事，一方面他没有这个魄力，另一方面你不想让他树立威信，对你形成威胁。于是你默不作声，甚至暗中怂恿，让他大肆宣扬出售安盛的计划，失了人心。同时，你又把我找回来，替你改造安盛广场的同时，压制王思威。等到合适的时候，利用我们兄弟的矛盾，把我一脚踢开。而现在，就是这个时候。所以，不管我提出什么样的计划，你都会找借口反对。你想的太多了吧？我想的还不止这些。当初我爸派我去法国，也是因为你啊。你就是这么安慰你自己的？你的爸爸还是爱你的，只是因为他身边有了我这样的一个人，才把你给赶走的。哈，王建明比你还固执，你会认为我的想法能够左右他的决定？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，当年你的接班人还小，而我又锋芒毕露，让我离开，你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怕你太能干的人恐怕不是我吧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爸怎么会自愿砍掉我这个左膀右臂？你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？我没兴趣听你编造理由，我只想谈安盛2期的事儿。这个是安盛酒店近年来有问题的账目。什么意思？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你比我清楚。这些年你所有的私人消费都以各种名义记在酒店的账上，这只是其中最小的问题，更多的挪用公款我就不一一细数了。原来你力保好诚意留在安盛酒店，就是为了弄这些材料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是真是假，你可以核对一下。王菊安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。下三滥？你让我的亲弟弟和我作对，可我从来没有挑拨过您和天林的关系，究竟谁更下三滥？亲弟弟，你就这么确定吗？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母亲，但我们是兄弟。不要再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挑拨，否则只会自食其果。你就这么想见文化长廊？对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。如果你再反对，那么下一次董事局会议上，请董事长提议由我来担任董事局主席。哼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想法吧？王菊安，我没想到你的胃口会这么大。随你怎么想，我不想在安盛改革的道路上再继续束手束脚，我要把安盛带往一个全新的方向。考虑下。
我们这么做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心里有数。可是他毕竟是董事长，你们关系闹得这么僵，我有点担心。他既然提前把王思维找来了，就说明已经准备好正式宣战。他在安生的根基比我们牢固，如果我们退让，就只会被一直追着打。硬碰硬是唯一的办法，只能速战速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明白了。安生的改革我会一推到底，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停下脚步。是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喝酒啊，看不出来。别闹，回家。我没闹，你不是说我幼稚吗？今天我就以你们成年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一回。你这样更幼稚。那我今天就幼稚到底了，怎么了？试过了，走吧。我不走。今天不把这些酒喝完，我就不走。你逞什么能啊？你会喝酒吗？我不会。你教我。你教我读书，教我谈恋爱，现在还教我怎么结婚是吧？那你学什么不好，学喝酒啊？你为什么就能喝？我看你天天都在喝。你做人为什么要这么双标？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呢？那也不能一口气喝这么多。我不管，今天不把这些酒喝完，我不走。你想喝酒是吧？好。我就是想和钟生在一起。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错了呢？你只想着自己，你有没有想过钟生到底要什么？他要什么我都乐意。他要学医，很好；他要学金融，我支持。我只希望他干什么都把我带上，有那么难吗？那也是别人的人生，你只想做别人的跟屁虫吗？哎呀，你又来教训我！我幼稚，我不成熟，现在钟生也不理我了，你高兴了？酒喝完了，跟我回家。我不走。你在家里管我，出来也要管我，你管我管到什么时候？你喝醉了。我不走。我知道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窝囊废。以后你们都别想管我，公司都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控制我。你是分家分上瘾了是吧？啊，行，你股份多，你说了算，我管不了你，喝死你得了。没事儿，这点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那王姐呢？她不是不能喝酒吗？她呀，
喝醉了就让他在会所过一夜正好，反正他要跟我们分家。你就别说气话了，赶紧接他回家吧。你当时没有在场，没有看到他那副样子。回家干什么？就知道跟我们吵架。先晾晾他，看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。那你路上小心，早点休息。我先挂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也劝劝钟生。王撵虽然是个熊孩子，但是他们就这么分了，也太可惜了。我知道，嘴硬心软的家伙。你放心吧。先这样。再见。你说，王居安跟张亚楠闹翻了，那王思薇支持谁？他肯定不支持张亚楠，但对王居安的计划也不看好，正犹豫呢。这2天你帮我盯紧一点，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。尚总，我想跟您说件事儿。你看，最近有好多戏都找我合作，我可火了，所以经常呢不在上海。不如您找别人盯着王思薇吧。怎么，不想干了是吧？你可别忘了，是我帮你调上的王思薇，我也可以让别人调上王思薇。到时候，你嫁入豪门的梦想可就破灭了。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吧，他反正也不想跟我结婚，我还不如好好拍戏呢。好好拍戏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大明星了？没有金主给你撑腰，你还拍什么戏？还有啊，你别忘了你是什么出身，我这儿可还有你的视频呢。尚总，我平时帮你也不少呢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何况那条视频是你威胁 LC 高层的，一旦泄露出来，对谁都没好处。那你把王思薇骗到澳门赌场，害他输掉那么多钱呢？那都是你让我做的。赌场的回扣你可一分都没少拿呀。尚总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尚总，我们还没说完呢。尚总，你听我说，要是王思薇知道是我坑了她，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他知道又怎么样？他有证据吗？他不需要证据也能弄死我呀。你不知道，他生起气来，为了那点钱，背条人命，至于吗？那王居安坑了我40个亿，他不还活得好好的吗？铁林，安哥哥，出事了。快，来。我弟他叫王撵，他情况怎么样了？王撵现在重度昏迷，您早会有医生为您介绍情况。重度昏迷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这里是 ICU 病房，现在还没有到。我现在真的要见他，你让我见一下。先拿您的。我在哪儿啊？哎，抢救呢，抢救呢，安哥哥，你冷静点。怎么回事啊？医生说他是溺水缺氧，造成脑功能损伤。脑功能损伤，溺水？他怎么可？你怎么也喝酒了？王撵呢？王撵呢？在里面。抢救呢？保持安静，病人在里面抢救呢，你们站这样都出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抢救？怎么回事？我给王撵打电话，是会所的工作人员接的。他们发现王撵的时候，这小子已经不知道在泳池泡了多长时间了。他们打电话给送过来的。会所泳池？医生说，王撵是喝醉了失足落水。不可能，王撵从来不喝酒。今天他确实没少喝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他一起喝的。你们2个一起喝酒，他怎么掉游泳池里去了？
我不知道啊，我走的时候他还在酒吧，怎么跑到游泳池去了？你明明知道他不能喝酒，你还把他一个人放在那儿，你是怎么当大哥的呀？你是不是早就希望他这样了？你说什么呢？那是他弟弟，可能吗？你们不听是吧？那我找保安去。要想知道发生什么，去查监控，去查监控啊！监控，监控。王娟，如果王坚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股份多，你说了算，我管不了你，喝死你得了。王总。是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他们在聊什么？咱也不知道呀。把声音给我放。王总，会所有规定，把声音给我放出来。不好意思，现场不能采集音频的呀。有没有其他人？有没有其他人听到他们说什么？您都看到了呀，旁边没人呐。还有别的视频吗？哦，还有一段，调出来，调出来。那。后来他去哪儿了？就去游泳池了呀。游泳池的视频，游泳池的视频，把游泳池的视频给我调出来！哎呦，太不巧了，王总，游泳池那个时间不开放，所以摄像头都关了。不开放你就关了摄像头，你当我真信你吗？王总，我说真的。哎呦，王总，哟，哎呦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可是，这有我呢，别都耗在这儿了。再说了，明天万一有什么事还得找你帮忙呢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不用太担心了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王健一定会醒过来的。他一定要没事，要不然我真的……哎，周商，你来了。王健怎么样了？他还在昏迷呢。昏迷？哎，你振作点，起来，来，坐。如果不是我那么任性，王健就根本不会出事，都怪我。不是你的错，怪我。我不该跟他喝酒。如果我陪着他，就不会出这种事。如果不是我跟他提分手，他就根本不会想喝酒。好了，你们都不要怪来怪去了，意外就是意外，这不是任何人的责任。姐，好了。喝点东西，嘴巴都干了。
拿给钟生吧。吃点东西，听话。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我们再告诉你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儿陪着他。你现在待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，还不如……王姐说的没错，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。我不出国了，我要一直留在他身边。别乱开玩笑啊，学必须去上。我没有开玩笑。如果躺在里面的是我姐，你会走吗？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吃东西，你这样才有力气照顾王姐。听话。王思维怎么还没有？你看他给我打呀！王思维就是个疯狗。昨天要不是警察过来，我估计连命都没有了。是挺严重的。我找人问了，他今天晚上就能放出来，到时候他肯定找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可以告他。告他！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是再刺激他，哎，我有几条命啊，邵总。以前那些事儿，他要是在警察面前乱说，到时候不光我吃不了中药粽，你也得受牵连呀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，他出来之前，我是不是该找个地方躲一躲？是个好主意。会所的工作我是做不下去了，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开销那么大。哦，你还想要多少？情况就是这样，你先回去吧。初步病理诊断为卵巢癌已经转移淋巴结，您还得赶紧和主治医生确定治疗方案。天灵，在干嘛？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找我？没什么事儿，妈就是突然特别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哦，对了，妈，你上一次去医院这事儿我差点忘了，报告结果出来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啊，没问题。医生说呢，我就是血糖有点高。我正在医院配药呢，先这样吧。等一下，血糖高？不要紧吧？没事儿，就是临界点，说是注意饮食结构，就没问题。临界？妈，你以后可得好好注意身体了，不然你跟我一起吃粗粮吧，我们两个互相监督。好，妈会注意的。注意饮食结构，好，不说了，就这样。啊，注意身体啊，妈。
王简的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而且肺部有感染。我给认识的几个专家都打了电话，他们会马上过来会诊。谢谢。应该的。王简是公司的大股东，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事，是公司的事情。几个董事提议要临时召开董事会，商议对策。如果你离不开的话，你可以不参加，我会向他们说明情况的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放心，我会处理妥当的。告诉他们，王简很快会好的。嗯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王简的家属探视时间到了。哎，一次只能进1位家属。你先进去吧。你是他最想见的人，快去。谢谢。行，那你来跟我换下衣服吧。王简，我是钟生，来看你了。你能感觉得到我吗？我说分手的时候，你就要哄我呀，跑去喝酒干什么呢？大傻子！不是说过要宠我一辈子吗？你可不许食言啊！你要言而有信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会不会从床上高兴地跳起来啊？我不去国外了，王姐，你听得到吗？我说我不去国外了，我要一直和你在一起。起来啊！不起来是吧？好，那这样吧，以后我每天都来，直到你厌了、烦了，再也不想看见我为止。然后你就会醒了，对不对？
别让我等太久。我老公。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所以晚上就能放出来。琪琪会去接他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这小子还出去惹事儿？他也是为了王姐。哎，对了，听说晚上要开董事会。张亚楠说董事会要商议一下王姐的事儿。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治病疗伤吗？这董事会能商议出来什么呀？随他们去吧，都是些有用没用的废话。不管是不是废话，这都关系到王姐，你还是应该去一趟。不去了，这儿走不开。你不用担心，这有我呢。会议几点？